我娘是威远侯夫人的救命恩人，为了报答我娘，秦夫人做主把我许配给侯府第四子周逢年。周逢年性格叛逆，对我爱搭不理，还伙同别人捉弄我。秦夫人让人打他板子的时候，他也不肯低头，冲着我大吼大叫，谁让他非要做我未婚妻，他就是贪图富贵，恶心死了。重生后，我大彻大悟，一直以来我向往的都是周逢年有靠山的任性，于是请求秦夫人收我做养女，为我寻一靠谱的夫婿，如此也算报答。改换地位后，待遇明显不同，那就一个字，爽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前世我在周逢年跟前伏低做小一辈子也没能讨到好，他对我这个乡下女子实在看不上眼。分家之后，我想法子让铺子赚到钱，他骂我俗气。我读书识字，他说我读再多的书也掩盖不了身上的土气。他的厌恶从不掩饰，不与我同房，宠爱妾室，让庶长子当家。老了之后，我咳嗽2声，他都要瞪我一眼。成婚前，周逢年太过叛逆，秦夫人说他还有几个庶子，问我要不要换个人嫁。但换个人又有什么区别？庶子一样瞧不上我这个孤女。那时我痛恨周逢年伙同好友作弄我，报复心上来，非要嫁给他。也是心存侥幸，觉得只要我努力学，周逢年迟早会对我另眼相待。我太年轻了，根本不懂道理，喜欢一个人才会去了解他。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是无法强行让一个带着偏见的人喜欢我。我早就后悔了，但我也知道没有后悔药吃。而且我觉得周逢年挺可怜，我的错误选择害了他，也害了我自己。老死前听到周逢年难听的哭声，这让我愧疚心达到了顶峰。我重生了，我回到周逢年伙同好友作弄我的那天。那天正好是中秋节，宋池找上我，一开口就骂得很难听。骂完后我还没说什么，他先红了眼，都怪你，要不是你非要嫁给逢年，他也不会想不开跳湖了。这可把我吓坏了，我连忙问个明白，得知周逢年是饮酒后想不开跳的湖，便毫不犹豫地扎进湖里去捞他，一遍又一遍地下潜，湖水搅得浑浊，也没摸到周逢年的一片衣角。别人怎么劝我都不肯上去。没办法，这可是秦夫人的儿子，权贵要报恩，能让我嫁给他儿子，若他要报仇，我9条命也不够赔。直到秦夫人得知消息赶来，他让人把我拉了上去，逮住骗我的宋池，质问周逢年去哪了。宋池怂了，竹筒倒豆子搬什么都交代了。周逢年就在附近看热闹，没来得及跑，就被侯府家丁逮住，一路拉到周家祠堂前。长凳架起，他和他的小厮被并排摁在凳子上。秦夫人气得揪住他耳朵质问：你知不知道错？周逢年不肯低头，冲着我大吼大叫，谁让他非要做我未婚妻，他就是贪图富贵，恶心死了。这句话让泡了冷水昏昏沉沉的我一下就惊醒了。也是这时，我发现自己回到17岁这年，对上周逢年怨愤的眼神，我如前世一样上前劝说。夫人，不等周逢年嗤笑，我指着他的小厮王粲，王粲只是听从吩咐，实在是罪不至此啊。为了领儿子进正途，秦夫人煞费苦心，自然不会让捧周逢年臭脚的家丁做他小厮，千挑万选，选中了懂事的王粲。前世周逢年挨一顿打没什么，下手的家丁哪敢真的下重手，王粲就没那么好的待遇了。他在周逢年跟前一直说不上话，早就有人想要顶替他的位置。挨打后，底下的人刻意以次充好，给他用施了药性的药材，害得王粲落得个半身不遂的下场。至于周逢年，兜兜转转，我还是觉得他这顿打挨得不冤。要不是他惹我犯倔，我早就和他退婚了，也不至于和他当一辈子的怨侣。早先是秦夫人定下我和他的婚事，他拗不过母亲，就来逼我主动退婚，实在可恶。秦夫人格外看重我的意思，当即让人松开王粲，但他也知道王粲如果没挨打，回去指不定会被周逢年报复，干脆安排他去领其他差事。我知道如果继续在这里盯着，执行的人就不好松手，所以棍棒刚打在周逢年身上，我就靠在丫鬟身上，
一副站不住的虚弱模样。秦夫人连忙安排人领我回屋，追问大夫来了没有。我换了衣裳躺在床上，他坐在床沿，连连叹气，怪我当初觉得剩下没成婚的都是庶子，不好拿来配你，没想到老四会这么倔。我垂眸握住他的手，夫人，要不算了吧，两口子合得来，比什么都重要。我不懂什么大道理，但我懂怎么配合我娘捕鱼，心不齐是会翻船的。他搓了搓我冰凉的手，迟疑道，那你可有想过换个未婚夫？再换就只能嫁给庶子，哪有主母欠的恩情让庶子来偿还？说这话时，他明显没什么底气。那些卯足了心思钻研的庶子，哪会愿意娶我一个带不来助力的孤女？唉，夫人何苦纠结恩情，当初我娘也是举手之劳。我知道自己这会儿小脸苍白，笑起来肯定落寞又可怜，比起儿媳妇，我其实更想做夫人的女儿。秦夫人双目骤亮，我怎么没想到？她越琢磨越赞同，我这辈子就想要个闺女，偏偏生的都是儿子。不仅是秦夫人没生女儿，连妾室生的都是儿子。前世我察觉秦夫人格外喜欢女孩，还是周逢年大哥的妾室生了女儿。那时秦夫人成了老夫人，她亲自给这个小孙女取名为周明珠。秦夫人绷不住笑颜，认认真真地问我，江耀，你真愿意做我闺女？我渴望地看着她，这真的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她看我的眼神比之前亲近了不少，好的不能再好了。等侯爷回来，我就让他做主，把你和老四的婚约解除了，然后收你为养女。事已至此，我的目的终于达成了。说来惭愧，周逢年骂我的话是对的，我就是冲着荣华富贵想嫁给他。可年轻时候的我不愿意承认这一点，直到越活越久，活到老太婆的岁数，我终于参悟本心。我所求无非就是安定的富贵，在侯府过上穿金戴银的好日子，哪舍得回去风吹雨淋。渔女始终没个像样的住处，年龄到了，又要嫁给另一个生活不安定的渔夫，日复一日撒网，日复一日摸着腥臭的鱼。无论春夏秋冬，再热也要网鱼，再冷也要凿冰逮鱼。这样没指望的日子，想想就可怕。所以哪怕前世周逢年嫌弃我，我依旧没想过和他分开。我是后悔了，但也只是后悔没早点明白这个道理。早点知道自己是贪图富贵，就能想到除了嫁给周逢年之外，还有做秦夫人养女的这条通天路。当即我就把讨好周逢年的十分心思转移到秦夫人身上，甜甜地喊了一声娘。唉，秦夫人高兴地应声，她怜惜地抚摸我的脑袋，语气急切地问张嬷嬷，驱寒的药怎么还没炖好？我发现张嬷嬷看我的眼神都慈爱了不少，奴婢这就去催一催厨房。秦夫人摸摸我的脸，又让人去把她年前做的狐裘拿来，还说喝药太苦，使人去准备蜜饯。前世这会，秦夫人打完儿子，又忙着找大夫给他看伤。也就是说，此时我享受的待遇原本应该属于周逢年，如果不是秦夫人在这里，我就要在床上笑得打滚了。啊，太爽了，这就是做闺女的待遇。天知道我有多羡慕周逢年，为什么每次做错事都有这么好的爹娘兜底？以前不了解秦夫人，觉得秦夫人报恩只是一时想法，以为她这样的身份不愿落下画饼让人指摘，所以会想方设法尽快还了这份恩情。我担心恩情一了结，又得回去过苦日子。搭上周逢年，明知要吃苦头，却怎么也舍不得撂下这纸婚约。后来周逢年对我很差，秦夫人不止一次后悔，早知道还不如把你当女儿养。这会喝了药，带着狐裘，含着一颗蜜饯，我声音含糊地劝她，娘，我没什么事，你去看看四哥吧。当娘的一定惦记儿女，照顾完我这个女儿，忽略了儿子，想起来是会愧疚的。那我就主动提起，让他觉得我乖巧懂事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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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嗨嗨，忍住不能笑。行，我去看看老四。秦夫人想起儿子就皱眉，随即又笑了下。不过解除婚约这事先不告诉他，让他难受一阵再提。我眨巴着眼，连连点头，就该郁闷死他。这时我来侯府不过1年，
身子骨还没养得那么娇贵，那叫一个耐寒又耐热，养上3天就生龙活虎了。秦夫人的院里养了不少狗，一群小玩意可爱的不行。我一恢复就往她院里跑，没事就帮她遛狗，在内院到处跑。闲下来，她就把我带在身边，让我看她如何管理侯府。偶尔会抛出1、2个问题，见我回答的还算妥帖，她就会露出欣慰又满足的神情。这些我前世就学过了，一教就会，她教起来格外有成就感。等周逢年屁股不疼，起来走动了，看到的就是秦夫人对我愈发满意的模样。她恨得牙痒痒，一出门就生拉硬拽的把我带到一旁，然后恶狠狠地警告我，别以为讨好我娘，我就会喜欢你。我抱着软乎乎的小狗，软绵绵地劝她，四哥你还年轻，别总是抗拒爹娘的安排，你根本不懂娘的好心，喜好都是一时的，这世上深情不悔都是话本里的故事，过日子讲究取长补短，你这脾气不是所有姑娘都受得了的，也就我受得了了。秦夫人常说我有我的可取之处，以前不懂，但时间使我通透。周逢年的性格不是一般的坏，这人嘴里向来没一句好话，他们男人之间如此也就罢了，偏偏他不懂男女差异，不会怜香惜玉，喜欢过他的姑娘最终都被他气跑了，结果他还嫌弃人家娇气，连他后来那的宠妾私下也吐槽他脾气臭，明面上他给了他宠爱，实际上是妾也在包容他的恶劣。旁人家的姑娘娇生惯养，怎么可能受得了他的坏脾气？故而我的出现完美符合秦夫人为他择妻的标准。秦夫人不指望他多出息，只希望他能成家，还想过他成家后会懂事。事实证明他确实懂事了，但不是脾气收敛了，而是突然上进了。因为我很能干，连他那混不吝的好友宋池同他喝酒的时候都说，以前看不出来，没想到将要持家有度，你们这小日子过得可比我好多了。听说前些日子水患，他还做主捐了不少银钱，连我娘都说他爱钻研，但不贪财，大方的让人服气。同样是侯府主母的小儿子，宋池分家后的日子可没能这么挥霍。我的生活没有因为讨好不了周逢年就停滞不前，否则我也活不了那么久。现在我不打算和他齐头并进，但作为他以后的妹妹，还是希望他能争点气，别老是这么幼稚。我知道喜欢一个人才会去了解他，但我也清楚喜爱大多长久不了。周逢年对我的话嗤之以鼻，我如何自有父母教导，你算什么东西？还有别叫我四哥，谁让你这么叫的？行吧，我撇撇嘴，不过你想多了，我讨好夫人是因为我喜欢她。夫人待我温柔，教我管家，她这么好的一个人，难道不值得我对她好吗？这话周逢年实在没办法反驳，他盯着我皱眉，你最好只是这么想。我挣开他的手，以后有话说话，别拉拉扯扯的让人看笑话。他垂手看着被甩开的手，怔住了。见他走神，我转身溜走，省得他生起气来又要凶我。威远侯再过2天就要回来了，秦夫人已经写信和他通过气，解除婚约和认我做养女的日子已经定下来，只等他回来后开始准备。结果那天威远侯还没回来，周逢年和人打架的消息先一步传回来。当时秦夫人请了绣娘回来为我量尺寸，选不料做衣裳，还取了库房里的头面，让梳头梳的最好的张嬷嬷为我编发。得了消息，我也来不及摘下首饰，跟在秦夫人身旁，快步往外走去。秦夫人娘家多武将，这下扯过一匹马就要出去。得亏我前阵子和她学了骑马，这回也没装模作样，没等马夫挑选，自个就牵出一匹眼熟的马出来。秦夫人上马后追问，人在哪？出了什么事？怎么就和人打起架来了？小厮连忙回话，四少打了镇南王府的小公子，这会被人扣在马场不让走，好在将军府的表公子也在，倒也没吃亏。等我们赶到马场，双方正好在吵架。周逢年扯着一红衣少年的衣领，你说我就说我，嘴巴放干净一点，扯他做什么？那眉目如画的少年正是镇南王府的小公子贺脸，他被扯衣领也不在意，眼风一瞥，语气轻佻。我说他怎么了？哪句话不对？他们渔女不就是那样，一艘船不知道载过多少男人，怎么就说不得了？
这话惹得周逢年握拳就要打人。我冷哼一笑，说的，但怎么不当着我的面说？围观人群纷纷扭头朝我看了过来，我不客气地挤开他们，径直走到人群中间，彪悍地撞开周逢年，然后顶替他的位置，一把抓住少年的衣领，我招你惹你了？背着我说算什么？你当着我的面说啊！少年对上我凶悍的目光，磕巴了一下，你谁啊？话音刚落，他脸就一寸一寸地烧红起来。我很清楚男人之间的调笑、挤兑，这种不体面的话，不过是市井小民的生活常态，比这露骨的谣言多了去了。用这种话对付我就大错特错了。我是谁你都不知道，那你还在这议论我，拿我的清白开玩笑，趁得你多高洁吗？你今天不说清楚，我就去你家门口吊死。一旁的周逢年插嘴，你好好的干嘛吊死？要吊也该把他。你闭嘴！我凶了他一句，然后就红了眼，啪嗒啪嗒的掉眼泪，甩开少年的衣领，可怜巴巴的跑到秦夫人身边，抱住她的胳膊，呜呜的哭起来。娘，你看这人平白无故的污蔑我清白，我天天待在家里都没招他惹他，我要击鼓鸣冤，不然就让我死了算了。秦夫人怒不可遏，简直欺人太甚。然后她抱着我哄了好一会儿，趁着周逢年凑过来，揪住他的胳膊肉，扯着他离开。临走前不忘撂下一句话，明知赫脸是镇南王府留在临安的弃子，还说你没有母亲吗？怎么这么污蔑一个姑娘？如果没记错，前世也发生了同样的事，不过等我知道时，已经是掐头去尾的结果，并不知道这其中有什么问题，只知道这件事有碍周逢年的前途。现在想来，威远侯出门办事，或许和镇南王府有关，否则赫连也不会在威远侯即将回来前，故意说些难听的话激怒周逢年，瞧着像是故意要惹周逢年发狠打他。刚回到家里，秦夫人回头就甩了周逢年一巴掌。周逢年错愕地喊了声母亲，他指着我，这次我分明是为了维护江耀的名声，为何还打我？秦夫人恨铁不成钢，别叫我母亲，成天惹是生非，若非江耀阻拦，你还要把他打个半死不成？你可有想过人家为何平白无故要来激怒你？周逢年低下头，犹不甘心，我做什么都是错的，可如果不是因为我和江耀有婚约，他就是说破天我也不会动手打人，母亲为何只怨我一人？闻言，秦夫人气得指着他说不出话来。我见他脸都气白了，二话不说冲过去踹了周逢年一脚，惹得他嗷了一声。他想也不想就要冲过来，但被将军府的表公子一把拦住了，只能指着我破口大骂：江耀，你发什么疯？别以为我不打女人，我才不惯着他，平时欺负我最凶的就是你，今天又来说是为了我，明明你自己脾气差，容易受人挑拨。今天遭人泼脏水的是我，怎么不见我动手打人？你没脑子就没脑子，还要怪娘怨你一个人，还想祸水东引，想让娘讨厌我是吧？实在气不过，我趁他被人拦下，冲过去又踩他一脚。踩完一脚，我就躲到秦夫人身后。娘，你看四哥总是欺负我。周逢年挣扎了一下，秦月，你放开我啊！将要你找死！眼看他脸色狰狞的吓人，我也有点害怕他挣脱束缚来打我，连忙催促秦夫人：娘，咱们走，别理他，等爹回来，让爹打他一顿，他就老实了。周逢年气得跳脚：是我爹，我娘，你乱较个什么劲？奈何他娘已经被我哄走喽。我回头冲他得意一笑，上了年纪经不起气。好在打岔一下，秦夫人也缓了过来，她知道我担心她被气坏了，搂着我感叹：还是女儿心思柔软，今日要不是你反应快，逢年发狠把人打坏了，咱们有理也便没理了。那可不，任何人和周逢年对比，都会显得温柔可爱。我接过侍女奉上的茶递给他，都是自家人，该维护还是要维护的，连四哥在外头都知道维护我呢。见我不恼周逢年，秦夫人松了口气，刚喝上一口茶，张嬷嬷就走进来说：表公子过来了。我刚想起身，茶盏就递到我面前。秦夫人说：都是自家人，不用回避。当下要听的或许是自家人才能听的东西，这就是把我当自家人的意思了。我端着茶盏，开心的不知道放下。秦月进来看到我，沉吟道：姑母，我爹那边传来消息，
说贺脸进宫告状去了。秦夫人皱眉，陛下对宫外的事一清二楚，这小子进宫去告状，指不定还要挨罚，他进宫或许还有其他目的。这话让我想到前世镇南王府的结局。那时镇南王府世子被废，顶上去的不是贺脸的3个兄弟，而是他这个7岁就被送到临安的弃子。秦越拱手做佩服状，姑母神机妙算，我爹得来一条消息，贺脸他娘死了。听到此处，我蓦地睁大眼。贺脸进宫向陛下告状，也就是说他即将避开镇南王的所有眼线。这次会面，贺脸一定和陛下达成了某种共识，难怪前世贺脸回去之后，镇南王没多久就病死了。奈何那会儿贺脸被周逢年打得很严重，导致上面的一些安排卡住了。难怪周逢年前途受阻，刚办事那几年处处受挫。我想得太入神，屋里的谈话什么时候停下都没发觉。一抬眼撞进秦越探究的目光中，我居然还朝他傻不愣登的笑一下。秦夫人轻咳一声，来，还未同你介绍，将要你表妹。秦越再稳得住，也难免感到意外，怎么是表妹？她不是逢年的未婚妻吗？秦夫人早就准备好对外的说辞，逢年不想娶，正好将要也不想嫁，等你姑父回来，我就正式收她做养女，可不就是你表妹吗？我识趣的起身，朝她见礼，表哥好。秦越回礼时慢了半拍，然后摸了摸，都什么也没摸到，只能干笑，到时候办认亲宴，我再补上一份见面礼。秦夫人调侃道，你倒是聪明，见面礼和改口费一起给了。秦越想了想，抽出随身的匕首，表妹拿着赏玩，只是匕首锋利，莫要伤了自己。贴身物件，我没敢直接收下。秦夫人瞥了一眼，朝我点头，这可是他的心头好，也该让他心疼心疼。秦越顿时露出牙酸的表情来，惹得我和秦夫人大笑不止。聊了一会，我便和秦越一道退了出来。刚要礼貌拜别，他突然叫住我，表妹的耳当落在马场了，我正好捡了回来。红得潋滟的金镶红宝石耳当，从他胸口的侧带中拿出，握在他的掌心里。我连忙摸了摸耳朵，难怪觉得哪里不大对劲，一边轻一边重的，得亏没让别人捡去了。正要拿回来，外面忽然传来志同的呼喊，守门婆子的孙女小玲窜了进来，侯爷回来了。因为周逢年和人打架的事，害得我都忘了今天威远侯会回来。我顿时就把耳当的事抛到脑后，兴冲冲地往回跑。娘，爹回来了。威远侯归来，世子也从营里回来了，其余庶子陆续冒头，唯独周逢年生气跑出去，不知去向，以至于晚上用膳时，威远侯向自家人说要认我做养女，只余下周逢年还蒙在鼓里。隔天听说他喝得醉醺醺的回来，那时我在祠堂里跪拜周家祖宗，年迈的族长在一旁做见证人。我的名字从将要改为周耀。养女不同于义女，不只会改姓，还会记入族谱，以后爹娘老了，我甚至能分到一份威远侯府的财产。我与周家成为正儿八经的一家人，荣华富贵稳了，美好的生活就在脚下。邀请客人的帖子相继发出去，举办的宴席定在后天，主要对外宣告一下身份变更，顺便让我认认亲戚。不过这些都不需要我来操心。秦夫人空闲时，指使人在家里的大树上挂个秋千，我胆子大，踩着秋千荡得老高，偶尔被秦夫人带去试妆，好些是她年轻时候尝试过的妆容。每次我打扮得鲜艳亮丽，她就非常开心。我对前世没怎么尝试的一切都十分感兴趣，每次换上一身新衣出来，臭美的在秦夫人面前转上一圈，颇有种自己是掌上明珠的快感。秦夫人啧啧两声，真漂亮，以后也不知会便宜哪家儿郎。我提起裙摆凑到她身边，娘要是舍不得，我一辈子留在您身边也不要紧。比起讨好周逢年那个没用的东西，讨好秦夫人可以拥有所有，无论是下人的尊敬，还是美丽的首饰，全都令我乐以忘忧。女人的宠爱就是如此的美好，好吃的点心茶水都让人心里暖暖的。秦夫人摇头失笑，那可不行，我又不是老妖精，哪能一直护着你？趁我身子骨还好，给你找个可靠的家族，再帮你站稳脚跟，
我也就能放心了。我知道娘在为我考虑。我抱着她的胳膊，黏黏糊糊道：我都听您的。秦夫人埋怨：你怎么老是这么听话？姑娘家要使点性子，不然容易受欺负。我蹭蹭她：我多聪明啊，我只听您的话。本就喜欢我的人，讨好起来毫不费力。秦夫人心肠太好了，否则不会在垂垂老矣时后悔让我嫁给周逢年，老认为是他害了我一生。其实不是的，周逢年脾气再不好，也没有打过女人，他不算好丈夫，但绝对不是个恶人，嫁给他亦是一个机会。多少如我这般身份的女子，想要过上那样看似吵闹，实则富贵的安生日子。我能把铺子操持得火热，是因为秦夫人派来掌柜，指点我生财之道，没有什么无中生有的能力。对她的讨好，也不是盲目崇拜。我如今的每个选择，都得益于前世与她相处多年的经验。一来二去，后天的妆容和衣饰都敲定下来。我进里屋换下礼服，周逢年就在这个时候闯进来。娘，将要是我未婚妻，她怎么能成为我妹妹？原来她酒醒了，也知道了。秦夫人不紧不慢地反问：为什么不能？你不想要这个媳妇，但我想要这个女儿。周逢年半天不作声，然后固执道：我不同意。啪的一声，桌子被拍得震天响。秦夫人气笑了：你不同意？当初你抹黑她说了多少难听话，她是你娘我救命恩人的女儿，平白无故被你嫌弃了这么久，你既然不愿意替为娘照顾救命恩人的女儿，那为娘自己来。现在再来说不同意，你以什么立场说不同意？反正就是不同意，是你让她成为我的未婚妻，现在不经我允许，又让她来做我妹妹，你想过我的感受吗？那你想如何？让她继续做你的未婚妻，还是把她赶出门去？这话让我悬在半空的心瞬间焦灼起来。周逢年这狗屎克我，他语气茫然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但让她做我妹妹，委实有些奇怪。这话让秦夫人沉默了下来，她叹了口气：你先回去好好想想，别老是冲动行事。你也不是小孩了，也该知道什么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什么叫落子无悔。目的没达成，周逢年有点不甘心，惹得秦夫人烦躁，发火骂了他一顿，他才悻悻然地离开。我撩开帘子探出头：娘，你可不能把我赶走啊！秦夫人一肚子火气，看到我就笑了，可笑着笑着又有些忧愁：造孽啊，他竟是有点喜欢你。我也很意外。周逢年稀里糊涂地跑来阻止，显然是很在意未婚妻变成妹妹。如果他语气没有那么迟疑，直接说要赶我走，还能说他讨厌我。可他的语气里的失落太过明显了。不过我对这个挺有经验，只要不说破，他一时半会根本想不明白怎么回事，等时间久了也就忘了。秦夫人叹息：本来还想问你愿不愿意给他一个机会，但你都分析得这么明白，可见是对他没有男女之情了。我知道请柬发出，也能说是写错了，可别，我想做你女儿的心比真金还真。做儿媳妇可没有做女儿轻松。哪曾想我出门后会遇到周逢年，他一把将我扯进拐角处：你就这么讨厌我？我后背撞到墙，疼得倒吸一口凉气。讨厌什么？他冷笑了一声：你们还真把我当孩子哄了不成？我刚没想明白，但我知道帖子已经发出去了，这事儿根本没时间多想，所以我想回去同母亲辩上一遍，正好听到你和他在说我。好家伙，该蒙在鼓里的事怎么就被他听去了？这实在是让我无话可说。我抬眼与他对峙：你做的事哪一件不惹人讨厌？周逢年的愤怒戛然而止，双眼紧紧望向我，张口却没有说出话来。他嗓音压抑：你可以留在府里，为什么一定要做我爹娘的养女？他可真是被宠得天真可爱。我有点泄气，常驻侯府，我需要一个体面的身份，但最好不是你的未婚妻，所以女儿最合适了。他气得咬牙：你果然贪图荣华富贵。我冲他翻了个白眼，虽然我确实爱富贵，但我对娘的心天地可见。我挣扎了一下，反被他压得更紧，这让我有点心慌。你放开我！他眸色变幻：我不放，除非你去告诉我母亲，你不想认亲了。我快要气炸了，你这是要毁了我啊！既然你听到我和娘说的话，应该清楚我不想嫁给你，强扭的瓜不甜，
你何必想不开，吊死在我这棵歪脖子树上？我就喜欢歪脖子树。他靠得更近了，我非要尝一尝强扭的瓜。他恶劣道：你说要是让人看到你我如此亲密，认亲宴还能不能进行下去？这话近得像是在我耳边呢喃。我给过你机会，你可以留在侯府，但绝不能成为我妹妹。我偏过头，手已经摸到随身携带的匕首。一道声音突兀地响起：你他娘的在做什么？以身体重量压在我身前的周逢年被来人轻而易举地扯了过去，砰的一声，结结实实的一拳，打得周逢年摔了出去，好半天没了动静，该不会死了吧？我呆在原地，腿软得差点靠不住墙。秦月跨过周逢年来到我面前，握住我的手腕，让我靠在他身前，半揽着把我带离这个角落。威远侯府有点大，路越走越荒凉，这让我更害怕了，一度想停下来不走了。他察觉到我脚步迟缓，干脆扶着我坐到一旁，蹲在我跟前询问：走不动了吗？迎着他关切的眼神，莫名安心了一点。想到周逢年，我又有点担心，他不会被打坏了吧？秦月笑得露出牙，他经常挨打，没那么脆弱。这笑容太灿烂了一些，我后知后觉反应过来，会不会挨得太近了一点？一低头，正好看到自己的手还搭在他的手里，顿时动作飞快地抽搐。哎，这反应也太突然了一点，他会怎么想？秦月也意识到不妥，连忙起身退开一步。为了缓解尴尬，他问我：这是要跟我姑母说吗？这让我忧愁不已，说了能有用吗？根本没人能管得住周逢年。他突然道：那只能早些嫁人了。这话惹得我朝他看去。他再次拿出那枚耳当递给我，表妹觉得我怎么样？见我许久没有言语，秦月醒过神，是我唐突了，要死了！如果敢胡乱应下，秦夫人不知道要怎么想我。惹得他儿子做出糊涂事之后，又招惹他侄子。尽管我觉得秦夫人明事理，此时也不敢确定，他得知事情经过后会不会生气。可再怎么想跑，该拿回来的得拿回来。我朝他摊开手，东西先还给我吧。他放下耳当，想走又不敢直接走。我先送你回去，以后身边带上人，别私下和他接触。我爱惜羽毛，解释道，我那丫鬟带着我认亲宴上要穿的衣裳先回去了。根本不是我私下和周逢年见面，是他自己跟鬼一样窜出来。我跺跺发软的脚，站起身，幸好表哥经过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差一点用他上次送的匕首刺伤周逢年，这下匕首更加烫手了。他怎么就对我产生这样的心思了呢？秦月看向我垂在一边的手，担心你会用到这耳当，便打算托姑母还给你。这话好没道理，怎么像是想借机见我？尤其是说完后，他不自在地垂眼看了我一眼，随后又撇开视线。我有点怀疑地看着他，姑娘家哪里会缺首饰？表哥。还没说完，他猛地呛咳起来，握拳掩嘴，看我的眼神有点惊讶。我实在费解，表哥喜欢我什么？知道的话，我看能不能改改。你很漂亮。他一开口就让人失望。美貌是天生的，这真的改不了。他还没说完，赞美的话接连冒出，你机警，反应快，擅长抓住机会，不惧流言蜚语，勇于反抗，这样的你过分耀眼，我怀疑那天贺脸是看你看呆了。好听的话，说的人脸热。贺脸那是没见过哪个姑娘这么彪悍吧？我突然理解什么叫情人眼里出西施，一时间心情复杂，难以平静。这是头一回有人目光发亮的看我，实在是让人心痒痒。晚上睡觉翻来覆去，白天忽略的一切在夜里清晰的浮现，满脑子都是他笑起来的模样，有力的胳膊，温热的掌心，直白的眼神，若即若离的暧昧。不知不觉睡了过去。醒来后，我拥着被子笑了好一会儿，随即就抛之脑后。拥有的东西多了，便不会贪图一时享乐，他人的喜爱更像是情绪的调味剂。比起这个，我更担心周逢年在认亲宴上乱来。出乎预料，认亲宴上没有任何风波。直到忙完后，我看到守在院门口的周逢年，傍晚的斜阳落在他沉寂的侧颜上，
回首望来的那双眼过分稳重，熟悉的目光刺痛了我。不知过去多久，我和他谁也没开口。他语气遗憾，真可惜，如果先回来的是我就好了。我不知道如果他对我好，不知情的我会不会被他牵着走。但我能肯定的是，看到你还不如看到他。什么也不知道的周逢年好对付多了。他低低地笑了下，你果然不欢迎我。那双眼一直没移开视线，始终盯着我看。你放心，我只待一会儿，很快就走。我放不下心，始终警惕。他拿出一个盒子递给我，我这四哥送的礼物，不想要吗？和年轻的周逢年不同，他不会恶劣的在盒子里放垃圾。我接了过来，紧随而来的是他的拥抱。不等我反应，他已经往后退开。将要，对不起，我不该那样对你。说完，他笑了下。我看到你写的册子了，你说你喜欢过我。这话令我怅然不已。我知道喜爱无法长久，因为我也曾短暂地动过心思。那份感情在日积月累的贬低下，随风散在了他的言语中。他叹息，我太卑劣了，一边不甘心娶了带不来助力的你，一边又厌弃喜欢你的我自己。说来好笑，抗拒了一辈子，愣是没想过设下你。这样的感情太折磨人了，这辈子我就不爱演了。当时我不知道他这些话的意思。隔天再遇到周逢年，我刚要开口，他敲着拐杖，嚣张地冲我警告，不许叫我四哥。离远了，还能听到他郁闷的嘀咕，烦死了，我到底为什么又受伤了？小厮王安磕磕绊绊地解释，哎，您撒酒疯了呗？那闹的可真是埋汰，非要和狗睡一窝。这话也不知道是谁教的，偏偏周逢年信了，而那个周逢年居然不见了。这个周逢年似乎也不记得那天的事，一切就像做梦一样。那个周逢年好似我的臆想，唯独他送的手串还在盒子里放着。如果没看错，应该是寒山寺的手串。是了，他不肯让我怀上他的孩子，但耐不住我办法多，可惜有缘无分，孩子没保住。当时他特意去寒山寺求来手串给我，我一开始不知道这手串的来历，后来在寒山寺给那个孩子祈福，才得知他也来过。想到这，我往回走，在桌上找到那个盒子，拿起直奔小厨房，用力扔进灶台里。这东西留着就像养着一个鬼，好似周逢年还在一样晦气。忘了好，周逢年忘了一切，我也不用急着嫁人了。想到这，我开心地笑出声。1年、2年过去，每天我都过得极为自在，在外结交了不少朋友，遛狗、钓鱼、投壶、喝酒、骑马、逛街，每天就是如此平平无奇地度过。直到贺脸杀疯了，顶替他爹的位置，替陛下收回封地。有消息传来，他想让陛下赐婚，不知道谁说的，说贺脸想娶的那个人是我。于是秦夫人带我去庄子里泡温泉，到了地方，我才发现秦家人也在。脱得一丝不挂，无处可逃的时候，秦家的舅母逮着我问，你觉得我们秦月怎么样？我想溜吧，这边的表姐又笑盈盈地堵住去路，我只能干笑，挺好的。这表哥隔3差5就出现在我面前，他倒也直白，怕你在外面挑花了眼，直接把我给忘了。也不知他眼里的我是多么好，外面的人其实没那么瞧得上我，而且贺脸要娶的人也不是我。犹豫再三，我还是同意了。嫁给旁人，我不用担心以后发生什么，伤了自家人的情分。嫁给他，要考虑的就比较多，但他老是在我跟前晃荡，害我缠他很久了。碍于活了2世，一直没好意思接触他，偏偏他总是自己送上门。成婚那天，我缠着他过足了瘾，他非常能干，花样还多。年轻好啊，还是得年轻才有劲。前世周逢年番外，将要比我年轻，我没想过他会走在前头。我和他各过各的，互不相干，但没想到他一走，许多地方都变得格外空旷。他爱看书，但书房里藏的书没人翻了。那些他在时兴旺的铺子，随着他的死变得平平无奇。养的花不管怎么侍弄，也逐渐失去光彩。我的世界
因为失去他褪色了。翻到他的日常记录是个意外，不算厚的一叠，上面放的只是最新写的日常。我仿佛看到他倒放的人生。年老时有多豁达，年轻时的他就有多执迷不悟。他不仅想要荣华富贵，还想要我爱他。但这样的情感，在孩子没了之后，再也没有提及。在我逐渐意识到自己对他的感情后，他已经彻底抽离。其实他重生后，我一直都在周逢年身边，但他看不到我。我眼睁睁看着他斩断姻缘，以后外面的任何人都能娶她，唯独我不能。他对我没有一丝一毫的留恋，本以为能借着手串留在他身边，没想到他会扔进灶台。我不甘心的嘶吼，但依旧不受控制的消散。意识溃散时，我听到他轻笑一声，带着自由的笑声。我忽然就不挣扎了，静静地看着他，试图记住他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书房里，桌前布满他记录的日常，一切就好像一个奢侈的幻梦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